我被调到旭城了，明天就走，离开合唱了。我就知道你小子早晚有一天离开合唱。哎呀，哎，兵哥，我今天跟你说这个，你不会觉得我是跟你在这显摆吧？你这不是显摆，你这是干啥？你说大老远你推我过来，专门跟我说这话，你不是显摆是啥？你臭显摆！哎呦，我真不是，你真是。行，挺好的。啊，啥时候走啊？明天就走啊？明天报到。哎呀，我就这样，我也送不了你。哎呀，你送啥呀？我是来就是跟你告个别。行，到那儿好好干。不管怎么说呢，不是咱们合唱出去的人，是不是？哎呀，是，明天就走了。你打上，你给我整一个，整一个。哎，打那个啊，1、2、3，对。啊！一起淋过的风，一起淋过的雨，一起把情郎默默期许。你在就不放弃，把我的手握紧，你的伤痛有我的热泪是你，我的好兄弟。青年啊，你们家呀，我真是越看越喜欢啊，两室一厅，南北通透，真好，敞亮吧？敞亮，老敞亮了。哎，我跟你说啊，这回可好了，咱搬过来全是邻居。哎，海平，以后跟你妈还来联谊家吃饭啊！哎，我这手艺虽说不如妈，对付你们俩足够。哎，大姨呢？哎呀，说啥也不来，都劝了，这不让海生他姑姑多照应你。你把桌子擦了。姨，那我以后又能天天跟你住在一起了。对，大团圆了，我丫头。这个园还得大。曹老师也住这个院儿，是吗？哟，那这回川儿找曹老师商量案子可方便了。还有我呢，别把我落下。哎呀，没落下你，哎，肖儿也调过来了。给我，哎呦我天，最后一趟了啊！还有哪屋没收拾啊？青莲，你指挥，我跟肖儿我们俩干。回头我再帮你那边去搬去啊。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怎么会差不多了呢？刚进来，没啥物。谁啊？哎，是那个秦队家吧？啊，对啊，你是啊，我是那个东平县局的董振发。哦，东平的董局是吧？我刚才看在楼下那个是你吧？啊，对啊，我那个看你这个搬家了，我没好意思上来打扰你。哦，没好意思，那你这是哎，别站着说，别站着说，坐。哎，对，坐，好，来里边坐，来啊，来坐，放这儿。好。行，我先过去。坐，来。您说，我一听说你这个调到旭城这个行政支队以后啊，这个我就到市局来找你来了，但是我没找到啊。这个哎，您喝水啊，谢，我呢就找到这儿来了。打扰了。你这事儿挺急啊，那具体什么事儿你说说？这是一个呢妇女被杀的案子。哦，这个被杀害的妇女呢叫丁丽，还有一个5岁的女儿。哦，这母女俩呀都被这个杀死在家里了。哦，这个案子5年了，到现在也没有破。哦，这个家属啊天天到县局去闹，这闹得我们整个县公安局啊都没有办法正常办公了。案子5年了，现在还没查到作案嫌疑人吗？有一个嫌疑人，这个根据现场分析啊，我们认为是这个丁丽的前夫叫高鹏。哦，但是5年了，这个也没有办法定他。这高鹏的家属啊也来闹，现在是这个两边一起闹。这个说要闹到省里。这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秦队，你一定要帮帮我们东平县局啊！你一定要去看看这个案子。哪怕说咱这个案子破不了，这个市局起码派个人去呢，也算是这个给家属有个交代呀，对不对？何况您亲自去，你看这……哎，你听我说，你这么说不对啊。这什么叫就是去个人就行呢？要看一看这算怎么回事呢？要是去的话，就得把这案子破了。行吧，这事儿我知道了，我抽时间，我得先去一趟现场，好吧？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啊，金队。咱啥时候去啊？嗯，5月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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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啊，你的意思是现在就要去吗？秦队，我们这案子急呀。赵哥，你家还没搬完呢。搬完了。哦，搬完了。我家还没搬呢。那你搬家啊？你搬你的家，我跟他去趟东平，好吧？走，咱现在就走。赵哥说，那我跟你去吧。那行吧，好。青年啊，那你们先忙着，忙不完等我回来啊。去吧。这个呢是孩子被害的位置，这儿呢是孩子卧室，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这个当时丁力啊，头在这边，脚在这边，这个腹部全是鲜血。这个丁力被害后啊，这个我们马上就认定了一个嫌疑人，叫高鹏，是这个丁力的前夫。这俩人离婚了，有个5岁的女儿。这高鹏呢，经常到这个家里面来送钱，就孩子抚养费。这案发当天呢，正好是这个送抚养费的日子。这高鹏啊打电话给丁力，但是没找到，但是他有这个房间钥匙，就用钥匙开的门。高鹏报案后呢，我们就来人了，就问他进这个房间之后闻到什么味儿没有。他说啥味儿也没闻到，但是这个当时啊，这个房间味儿很大，这尸体都放了3天了。这个高鹏啊说他感冒了，他啥都没有闻到，我们就开始怀疑他了。后来这个案子呢就定性为这个报复杀人，但是证据呢不够硬，却都对不上，而且收押高鹏2次。这个前几天呢就把这个高鹏啊给放了。这丁力他妈一知道以后吧，就跑公安局来闹。这他愣说啊，我们这案子里面有什么猫腻，如果不办了高鹏啊，就跑到省城去闹，这个告我们不负责任。为什么说有猫腻啊？这高鹏啊，他哥是这个我们公安局下属的一个服务公司经理，你想这里能有什么猫腻啊？人命关天的事，这谁敢啊？现在麻烦的是什么呢？这个你抓他没有过硬证据，这指纹足迹这什么都不行，你知道检察院根本过不去啊。哎呀，况且这个家属啊，这天天来闹啊。先回局里吧，把那个案卷拿过来，然后开会，咱们讨论一下。这个现场呢，我去看过了，这个案卷呢，我也看了啊。我觉得这个案子的这个性质现在定错了，我觉得不是报复案件，是激情杀人案件。没事，大家可以讨论，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发言。秦队啊，这个案子呢5年了，前前后后折腾好几回了，然后那个专家呢也请了好几个。这个定性这个事儿，咱是不是慎重啊？哦，秦队，这是我们局刑侦大队的周大队长，这个案子呢他跟了5年了，这个办案难点呢他最清楚了。哎，别提难点，5年了再难案子不没破吗？啊，所以别提什么找了什么人了，折腾了几回了，这些都没有用。我们接着讨论啊。这个死者丁力的衣服，你看叠得整整齐齐的，啊，死的时候一丝不挂。这很显然嘛，死者和凶手之间是两性关系嘛。那就更证明是他前夫干的呀，就是高鹏啊，没错呀。离婚不离家，这种情况太多了。证据呢？直接证据。这不明摆着吗？嫌疑人说去的时候没啥味儿啊，但是我们去的时候那味道可大了呀。一个人在屋里边死了3天，这谁能闻不见啊？对不对？这不明摆着撒谎的吗？他这个事儿撒谎，你也不能判定他是凶手啊。也许他就是感冒了，他鼻子对那个味道那个刺激不敏感，你判断不了。你还有什么东西？还有什么东西能拿出来？还有没有入卷的？附件在哪儿？秦队，这个案子呢时间太长了，这个办起来呢也不大容易。要不这样吧，这个您一路这个鞍马劳顿的，咱先歇歇再说吧。哎，你这啥意思啊？我在家正搬家呢，你把我提溜出来了，你让我在这儿歇着，我歇我也不在这儿歇呀，我家还没搬完呢。
你们是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吗？董局啊，你们这案子5年没破，这个压力大，这才把我们找过来。那我们人来了，你们又不配合，那你这想怎么破案呢？还破吗？你俩别嘀咕，别嘀嘀咕咕的。讨论案子呢，有什么事拿桌面上来说。老董，我实话实说啊，今天呢，我正搬家呢，你到家里面去找我，说这个案情，我还挺感动的。但是我来了，我感觉好像你们有点什么难言之隐吧。啊，那下面我要告诉你，这个案子可能让我知道了，就不是你们东平的事了。这市局的通知看了吧？这省里有文件，命案侦破专项行动，结案清查。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划进来，你懂了吗？划进来，那就不是随便说说的，一定要破了。既然我来了，你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吗？啊，听明白了，还不快拿出来！秦队，这个就是这个案子的附卷。那附卷就在底下呢，你怎么不早拿出来呢？不是你这破案呢，这藏着掖着的，你干什么呢？你这是？你给我。这班没学指纹，怎么个意思？那个指纹太模糊了，已经没有什么鉴定价值了。你怎么知道没有鉴定价值？这附卷这么多不拿出来，什么意思？原件呢？在档案室，我现在去拿。这样吧，把这些附卷、正式卷宗，还有指纹，还有那个原件，都给我打包，我带回市局。哎，魏局，哎，川儿，哎，你坐。我听说你刚从东平回来。啊，那个东平县的县局的这个董局找我呀，他说有一个5年的结案，然后想让我过去帮忙，看能不能给帮着破了。这个老董啊，你说他自己搞不定的事儿，他把你弄去，你说他是想破案呢，还是想吓唬人家属啊？啥意思啊？这案子我知道，这搞了5年多了，这家属一直在闹，到现在都没整明白。那个川儿，你刚调到旭城，咱这一堆案子呢，你这忙都忙不过来，那边就别去了啊。那家属闹，我给他破了不就完了吗？那你要破不了呢，那群众意见不更大呀？你现在代表的可是市局啊。哦，魏局，那这个退堂鼓可不好打了，人卷宗我都带过来了，我正看呢吗？这不。哎呀，我就知道你这一看见案子你就兴奋。行了，我这拗不过你，那你就上吧。那没招，那不是看见案子兴奋，这案子他到我手里了，对吧？哎呀，魏局，我昨天从那个东平啊带过来半枚血指纹，我想请那个曹老师能不能跟我一块上这案子？曹老师现在是全国指纹的这个鉴定权威啊。哎呀，川儿啊，曹老师这次恐怕不能跟你去了。为啥？
那到养老院来了。前两天我还看见曹阳了，他也没说呀。曹老师他爱人，那个师母怎么了？走，咱们进去再说吧。走。哎，进来进来。曹老师，哟，曹老师，川儿，哎，那天你们怎么来了？啊，我们来看看你，您没事吧？我没事，我挺好的。哦，来，快坐，来坐。曹老师啊，师母的。哎，师母。哎，你们又来喊曹老师办案子啊？不是，没有，我们就是来看看曹老师。哦，我还以为又上什么案子了呢。没有，最近就没啥案子。那我们老曹可要失落喽。我们刚刚搬到这新家，时间不长。你别看老曹啊，成天喝茶呀、写字儿啊，其实他心里急着呢。别瞎说，我急啥呀？我挺享受的。你可拉倒吧你，我还不了解你啊。我们老曹啊是孤儿，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后来参加了抗美援朝，这部队转业以后啊，就分配到了咱们胥城市公安局做了技术刑警，这一干就是一辈子。哎呦，他破过很多大案子呢。哎呦，他把自己的一生啊都交给了刑侦事业，就把刑侦事业都当成了精神支柱了。不是，那不说这些啊，不说这些。我们老曹啊，平时啊心脏不大好，你说他一接案子啊，哎呀，啥毛病都查不出来了，你说怪不怪？师母，您身体挺好的吧？那个，你是不是新来的呀？我怎么瞅着你这么眼生啊？哦，对，我是新来的。哦，怪不得。哎，你是不是也是新搬来的呀？哎，我们刚刚搬来不久，跟邻居们都不太熟。啊，对，那啥，我住的离这不远。啊，以后常来啊。哎，那你们就先坐会儿，我去给你们做点吃的去啊。不用，我们还有事儿。啊，对。那个，我送你们。不。老伴儿，那我送他们啊。你不行啊？行，好的啊。你们常来啊。常来。曹老师，师母这是，阿尔茨海默病，时好时坏的。我呀，我是个好丈夫，这头些年没把她照顾好。哎，川儿，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案子啊？没有，曹老师，没有，我们就是来看看您。你骗不了我，说。啊，那个曹老师，就是东平5年前的案子，这不东平的老董，这不找到川了吗？对，东平这案子，这我知道啊。我那个曹老师，您甭管这个事儿了，好吧？啊，我们自己能解决啊。您好好照顾师母，啊，我们走了。啊，我走。曹老师，我抽时间我再来看您，啊，好嘞。哎。今天曹老师出来的时候，挺难过的。他跟我们说，他不是一个好丈夫。师母当了一辈子医生，这谁知道最后得了这种病？青莲，我是不是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什么叫也不是？你就不是个好丈夫。
那没办法，谁让我爱你啊！别愣着啦，明天带我去看看曹老师和师母，看看有什么能帮的忙。4、5、6、7、8，2、2、3，举上去，2个手举上去，哎，甩下来，5、6、7、8，哎，来转转转，3、4、5、6、7、8，哎，7、8，对，然后呢，1、2、3、4。川儿，听说这东平案子还挺棘手的，你介入之后有什么进展吗？好，摆造型，好，没啥进展。哎，现场留下了半枚血指纹，但是非常模糊。6、7，东平那边已经否定了它的鉴定价值。举上去，2个手举上去，哎，半枚血指纹。要不你带我去看看？哎，来，曹老师，春儿啊，你们要有事儿你们去忙，我得学一阵。这顺拐呢？你们忙你们的啊，不用管我们。对，转，对，上右脚是吧？上右脚，嘿，对，上左脚，上左脚，对，然后往1、2、1、2，哎，对，然后，哎呀，走吧，快走吧，不用管我们，走。您看我这对吗？哎，对，转，然后我记住了，转，非常好。哎呀，太聪明了。曹老师，您看这个，就是这个，对，就是这个半枚血指纹，它是东平的朋友提供的，啊，你帮我瞅瞅呗。这个买馒头啊，我还给买了点粥。曹老师，不行，条件不够，我找不到稳定的特征点。一般来说，大家都以为血指纹容易鉴定，其实这是不对的。它证据价值大，但很容易出错。血是流动的，而且它会阴，所以血指纹很容易变形。一旦变形，就会给我们的这个鉴定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是啊，那没办法了，只能这样了。那我们再找其他的突破口吧。先别着急，前段时间我弄出来一套图像处理系统，也许能帮到我们。这个软件啊，可能这几天就要到。再等等。那太好了，曹老师，您赶快回家休息吧。那个师母还等着您呢，我实在不好意思，曹老师。这拿着手机要给谁打电话呀？犹犹豫豫的。没谁。啊？没谁。有情况赶紧说啊，趁着我还年轻。啥意思啊？给曹老师。这半枚血指纹现在鉴定不出来结果。曹老师委托了公司再编一个软件，可能会有用，让我等消息。可是到现在也没等着。曹老师和曹师母现在这情况，
我也不太好意思总打扰他。不好打扰就别打扰呗，那让你等着呗。你干啥去啊？跳舞去啊，趁我还年轻。啥意思啊？3、4、5、6、7、8，1、2、3、4、5、6、7、8，1、2、3、4、5、6、7、8。你们来了！哎，曹老师，曹老师，没想到这东西到的这么快，我想用这个试试测测咱们那半枚血指纹。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啊！来，你们在外边等我一会儿。好的，好的。哎，曹老师，哎，您这又跑过来，师母那边没事吗？你不是让青莲在陪他吗？没事儿，他们俩呀这2天这跳舞跳的正来气儿呢。好，那我们外面等。好，我先走了，曹老师。哎。曹老师，怎么样？你看啊，现在已经找到了7个比较稳定的特征点，还有一些细节。哦，这系统很厉害啊！那能确认是高鹏吗？对不上，高鹏的指纹是对不上的，所以高鹏的嫌疑基本上可以排除了。哦，那还是有价值的。是，那辛苦你了，曹老师。那我们马上就去趟东平。现在啊？对，辛苦了，曹老师啊！好，现在去东平。川儿啊，都这个点了，开车得开1夜呀。没事，我开。谁开都得开1夜呀。川哥，我觉得东平对咱们有所保留，就那半枚血指纹吧，藏着掖着呢，说明他们对这个案件吧已经有了自己的固定思路了。对他们思路不利的这个现场物证，他们不愿意往外拿。尤其这个高鹏的嫌疑已经排除了，是不是该给他们做工作了？做啥工作呀？他们请我过来是要给他们做工作的吗？还是破案的呀？是面子工程啊！啊，市局出人了，过来，出面，然后他们就面子上过得去了，是这意思吗？那破案子要是考虑谁愿意谁不愿意，那案子真破不了。我不管那么多，反正让我来了，我就把这事儿给办明白了。哎呀，我现在是真想看看那董局的表情。家属不闹了吧？你这又开始闹了。我这是闹吗，肖庆东？我真服了这帮人的思维了，本末倒置。没招，碰着我了，就这样。哎呀，现在您来了啊？人都到齐了吗？到齐了，到齐了，马上开会。哎，好，你不知道啊，这一开始吧，前几天啊，家属都不闹了，这现在吧，听说你来了，感觉这个有希望了，这又开始闹了，你看。我今天来呢，主要是这个我们那个半枚血指纹有眉目了，啊，我们全省的这个权威的痕迹鉴定专家曹忠树老师，针对这个半枚的血指纹，找到了7个稳定的特征点，还有10几个细节和特点，啊，就是说啊，基本上可以排除了
高鹏的嫌疑。这不是高鹏，那谁啊？这不又进死胡同了吗？这是走出死胡同了，不是又进去了。我们还是来说这个死者丁力啊，生前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的啊，死处没穿衣服，那说明什么？还是熟人作案，这个没错，但不是高鹏，又是熟人，那就说明是他身边跟他熟悉的人，对不对？这个排查了吗？这个我们查过了，死者丁力是个挺保守的人，离了婚以后也不爱怎么出门，跟别人没啥交集。你真查了？真查了吧？负责任的说啊，真查没查？啊？好像听说他爱去舞厅。谁说话呢？啊？要不你就别说，你说你就站起来说。好像听说他爱去舞厅，但是他妈对这件事儿特别反感，他家里人都说他特别正经，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对，那个我们也是为了尊重死者家属的意见，这些我们没记录。你怎么能不记录呢？破案就是破案，我们不评价死者的生活和道德。再说了，那去舞厅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离了婚的女人就不能谈恋爱了吗？你怎么能不记呢？那你们办案子有这么多条条框框，不累吗？啊？赶快去排查。哎，好，是，走。记住啊，凡是跟他关系密切的都要打上指纹。哎。你好，长杰是吧？对。东平公安，给你打听个人，丁力认识吗？丁力，谁呀？仔细想想。舞厅，96年。哦，你说他呀？我想起来了，以前我们一起跳过舞，这都好多年前的事了。那就采个指纹。采指纹？为啥呀？他出事了，凡是跟他跳过舞的人有过联系的，都得采指纹。不是警官，拢共就跟他跳过1、2回，咋就怀疑我头上呢？跳1回也得采，没做亏心事你怕啥？来，吃个饭还能碰上这事儿？你俩跳多长时间？前后大约1、2个月吧。后来我们都换舞伴了，我也就不跟他跳了。那你知不知道他生前在舞厅里跟谁走的比较近啊？有个叫祖阳的，我对他有印象，因为后期他俩总在一块跳舞，而且跳了好几次，看着关系挺不一般的。找谁啊？祖阳是吧？啊。东平公安。哦。丁力认识吗？谁？丁力。这名儿倒是有点耳熟。有人说你俩以前总在一块跳舞是吗？那舞厅我都老多年没去了。我们那舞伴也是逮到谁就跟谁跳，可能跟他跳过。我对这个人是没什么印象。有没有印象？咱先采个指纹啊。曹老师，哎，我们又去了趟东平，采了100多个指纹，辛苦您再帮我们看看啊。我们一直都说7死8活，只要能对上8个点，就铁证如山了。好，那我们等您。哎。
川儿，哎，曹老师，这是指纹鉴定报告，这里边有一个叫祖阳的人，对上了7个点。没事。可咱们一直说7死8活，只对上7个点，没有足够的说服力。现在只能说祖阳的嫌疑重大，但还不能确定就是他。又是7个。要不这样，我呢，跟你再去趟东平。不行不行，再打一次指纹。不行不行，曹老师，现在师母离不开你不能去。这样，我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再打一次指纹。不能打电话。要真是祖阳的话，他可是背了2条人命啊！别再惊着他啊！再出什么问题？这样，我亲自去一趟，我再去一趟东平县啊！你等我消息。哎，秦队，祖阳已经带回局里了。好，马上安排打指纹，仔细打啊！好。哎，秦队。哎，曹老师，你怎么又赶过来了？指纹啊，我还是亲自打吧，放心。哎呀，好，走。来站一下吧。来，大拇指。曹老师，检验报告出来了，对上了9个点，这下没得跑了。太好了，5年了，这个案子总算是见天日了。秦队，曹老师，我代表我们东平县局全体干警，谢谢了。坐，辛苦了，曹老师。不行。秦队，现在案件已经非常清晰了。请您尽快批复一下结案报告，我们好递交检察院。我觉得还不行啊，咱们别高兴太早。现在呢，只有指纹，还算是孤证，是吧，曹老师？是。这样送到检察院，被打回来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哦，对了，秦队。有个事儿我得跟你汇报一下。哦，你说，就是我们在案发现场呢发现了一件衣服，一件带血的 T 恤衫，然后我们也检验过了，那个血迹呢是死者丁力的。这么重要的物证，怎么现在才说呀？我们一开始不是认定那是高鹏的吗？但是那件衣服小啊，高鹏1.76米，他根本穿不了那件衣服啊。现在不是高鹏啊，祖阳，我现在去找衣服，让他穿上试试。等一下。你别把那个衣服给祖阳试，你也别问他。这样，你把那件衣服拿给他媳妇儿，你问他媳妇儿。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你家祖阳的衣服？咋这么多血呢？警察同志，祖阳他出什么事儿了？你不用担心，他人没事啊。你就确认一下这件衣服是不是他的。这衣服是他的，可这衣服好多年前买的了，怎么在你们这儿呢？这衣服还是我们俩谈恋爱那会儿我给他买的呢。就穿了1次，然后就不见了。我还问过他，这衣服上哪儿去了？警察同志，祖阳到底出啥事儿了呀？这是咋了呀？这是。你不用担心，人没事啊。系上了吗？来，给我。你看一下，这些都是你说的话，确认无误，请签个字。
根据左阳媳妇的证词呢，可以确定那件 T 恤衫就是左阳的。但是呢，我们没有检验出左阳的 DNA。现在有了指纹，有了左阳老婆的证词，加上血迹，我看这个证据的条件应该是可以了吧？要不咱们就移送。证据条件是可以，但是细究起来，你达不到100%。我们要做到万无一失才行啊。这样，你赶紧找个 T 恤衫，给左阳穿。快去！秦队，咱这使的什么招？人脱衣服啊，无非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揪着这领子往上拽，还有一种啊，就是从下面卷边脱下来的。你看啊，你根据他脱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人脱衣服啊，无非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揪着这领子往上拽，还有一种啊，就是从下面卷边脱下来的。你看啊，你根据他脱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你看。你现在马上去检查一下，在现场发现那个带血 T 恤，重点的是查一下他这个脱衣服的时候拽的那些地方啊。明白了吗？明白，快去。秦队，省厅来电话了啊，在那件衣服上啊，检验出了那个祖阳的 DNA，可以充分的证明啊，那件衣服就是祖阳的了。再加上证词、血迹还有指纹，这案子铁的破了。好，万无一失了。这细节决定成败啊，秦队，我跟你这些天呢，我真是终身受益啊，这不服不行啊。秦队，其实我挺惭愧的，就在整个案件破获当中呢，我有很多失职的地方，所以说呢，结案了以后，我想申请调离刑警队。你调离也不一定，但是估计这个处分是难免了啊。哎，是，我这也有责任呐。行了，别坐着了，你还得审祖阳呢。走吧。走吧。我们俩不是跳舞认识的。我那个时候总给他小超市送货，我看他长得挺好看的，性格也挺好，还有钱。那时候他刚离婚，带个孩子，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我们俩就好上了。我们在一块3年多。我爱跳舞，我就带着他一起跳。跳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性格开朗了挺多。他比我大好几岁，看我看得很紧。这时间一长，就给我弄得心烦意乱。我就背着他，在外面又处了一个对象。有一天他知道了，就约我去了他家，跟我一顿吵，一顿闹。他还威胁我说，要找我对象，当面说就是。我这一想，这不要坏我好事吗？我脑子一热，把他给弄死了。他家的孩子也在门口了，听见动静就进来了。
孩子也弄死了。川哥，那案子也破了，你赶紧的眯一会儿吧啊！我不困。你这一天到晚跟猫头鹰似的，你不睡觉，你大晚上的别总往外瞅了，这外面能瞅见什么呀？赶紧眯一会儿吧啊！哎呀，咱们刑警这个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整天跟那个社会阴暗面打交道，时间长了自己都不觉得。其实心里面还是有负面的东西，常看看外面的风景，心里会敞亮点。你要看你白天看嘛，大晚上的能看见什么？咋看不见？这不有房子吗？还有路灯、烟囱，还有星星，还有树，还电视天线呢。时间过得飞快，我在旭城市局刑侦支队的日子，也在忙碌和紧张中，一晃就过了好几年。案子一个接一个，没有休息的时候。虽然很辛苦，但是破案的满足，也是什么都比不了的。喂，好，去松山县。啊，川哥，咱可30多个小时没睡觉了，不是，上松山县干什么去啊？哎呀，韩局电话，你废什么话呢？我行。秦队，我松山县局的，我叫高正。哎呦，这么多人来接啊！啊，我们有个案子想汇报一下。我听韩局说了，屋里说吧。好，走。哎，他们不一块儿吗？下这么大雪？不了，秦队，我们在这等。5年前新年假期呀，我们松山有个叫李爱的14岁小姑娘，早上去同学家，半道上让人强奸杀害了，现场老惨了，零下30多度大冷天儿，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躺在山上的雪坑里，脸上遭暴力击打，那血都结痂了。脖子上有生错勒痕，嘴里也塞满了树叶子。那这个案子，为啥想请市刑警队出面指导呢？是因为我们之前查错方向了。我们那个侦查员啊，先前就是围绕案发地附近这个村子进行了大面积逐人逐户的那个地毯式的走访调查。然后呢，我们呢，对案发地附近吧，从16岁到55岁的男性村民，进行了定时定位。那个还有就是，包括那个外来打工的，探亲访友的，那个案发前后突然间离开的，还有那个情绪不太稳定的，那个还有在野外低因子过冬的，我们都调查。7天7夜啊，就从260多名男性村民里就发现了一个姓朱的有重大嫌疑，然后这朱某呢又交代这个刘某是同案，俩人就被刑拘了。可是后来一抽血到省厅一检验啊，又说不是，这没招了，俩人就给放了。
这个案子我知道，是不是还处分人了？可不咋的，这个案件侦破整错方向了，完了，出了错案子，又处分了5个人，也包括我们主办刑警还有我前任领导的都挨处分。后来，这俩当事人还有李爱的父母啊，就经常去那个市里跟省里面上访，整得我们特别被动。其实吧，这5年来，那我们民警连同我本人都是低着头走路。我们一个年轻民警，他回家都不敢面对他弟弟，因为他弟弟跟李爱是同班同学。我们很多民警路过李爱遇害的那个山嘛，都搁那儿待一会儿，憋屈，不甘心，心怎么那孩子？钱队，真的不是我们不努力，这个案子我们天天研究，可是就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2年前，新来一个副局长，领着大伙儿一起搞案子，可没成想，中途出车祸，牺牲了，代价太大了。那个，这是那个材料和卷宗是吧？啊，对，都在这儿呢。高局，走吗？不走，等着。秦队，案发现场就在前面。没刷，孩子啊，就搁那儿发现的。你看，他们家就在那个山洼下边，进出啊就这么一条道。案发的时候早上9点多，孩子刚离开家。我看这房子都挺旧的，这几年没有大变化吧？案子过去5年了，也没啥大变化。没有变化就好了。那咱们复原现场，暗访找人就有基础了。哎，高局，我昨天听你说，那个案发当天，零下30度啊，下雪了吗？案发头1天下了场大雪。哦，那你看这路况啊，这么不好，你再加上下雪，那外地车根本进不来啊。那村里面通这个公交车了吗？有啊，早上8点多钟从县里发车，到我们这里啊，差不多10点半了。哦，那你这个案发时间9点多啊，外地车进不来，公交车还没到啊，这说明什么？说明作案的很有可能是本地人。准确的说，是住在本地的人，包括本地人和外来人到本地的。那本地人这个情况掌握了吗？
这个我们都查过了，这个乡呢有5000来人，这个刨去老人、妇女、孩子啥的，这适应人口也就1000左右。哦，1000左右啊，1000左右。这个当时啊，要有多少人在现场，这个得查，得查清楚。另外呢，昨天我也看了，案发当天呢是一个礼拜天，那你们去查一下这个，在那1、2天有没有这个村里有没有红白事啊？主要目的是查一下有没有外来人口。你别说，有，还真有红白事。案发那天有人家结婚呢。哦，那这样，你们去查一下那个主家，让他这个看看那个礼单，随礼单，都是谁随礼了，他都肯定有记录，另外，有一些没随礼的也来，让他们回忆一下，就参加这个婚礼的人都回忆一下，谁挨着谁，我挨着谁，他挨着谁，一个一个回忆，这样就能查清楚本地人和外来人。明白了，王队，把秦队说的这些都记下来，到时候去办啊。好。那现在我们能不能去一趟那个李爱父母家？行啊，都搁家等着呢。就这户吗？对，就这个啊，是这户啊？对。在里边。哎呦，这人等着了。老李啊！哎，快起来，快起来！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快起来！孩子太可怜了。咱们开一个案情分析会啊！我知道大家这个都很有压力啊，这个案子啊，这5年了啊，这起起落落的是吧？几次启动，几次都没结果，被老百姓骂，有的还背了处分，是不是？这些我都知道啊。按道理呢，这个市局下的任务就是来指导办案，对吧？各区县的命案都要指导，也确实忙不过来，是不是？更何况说这个案子是一个单一的这个被害案，是吧？按理说的话，指导一下也说得过去。县局都搞了5年都没破，你说我在这显摆什么呢？不是这意思。那现在呢，我代表市局来表个态。这个案子作为我们市局重点侦办案件，不只是指导工作，我还跟着大伙儿一块儿干。为什么？因为材料我看了，案发现场我也去了，太残忍，14岁小女孩了，14岁年轻的生命就这么残忍的消失了。犯罪嫌疑人手段残忍，情节恶劣，所以这个案子一定要作为重点，一定要给孩子和孩子的父母有一个交代。怎么了？都蔫的，都打起精神来啊，把劲儿都使出来。刚才在山上，秦队已经布置下去了，重新排查案发时在场人员，本地的、外地的都得查。这个案子呢，虽然时间长了但是有2个条件还是挺好的，第一呢，虽然5年了，但是这个周边的环境变化不大。找人容易。第2个，有 DNA， 只要有 DNA， 那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这说到 DNA 那个我们之前也做过，那花老鼻子钱。那我就直说了以前那个，你是看着谁像犯罪嫌疑人，你就去采的 DNA， 这个案子不能这么弄。秦队，那这样呗，那 DNA 咋采？你有经验，你来定，我们都听你的。也不是什么经验，
给我画格子，把这村子给我画上格子，每个格子专人负责，啊，那5年了，那房子都在，按房子给我装人。总的原则就是一个不漏，听懂了吗？那秦队都表态了，我们还有啥说的？那就干呗！啊，干！像这一片这一半的都要落实，不漏一人。这帮废物点心又抽血来了，有脸没脸啊！我家养活你了，这么大测不了，有脸不？不干正事啊！都被你刻出来了！你们给我出去！你说什么都有什么用啊？大哥，这出去说什么？你出去说，都是李爱的案子。大哥，一个案子了，几年了破不了，还好意思来呢？要你们有什么用啊？这次是市局刑侦支队的领导专门下来指导工作的。不管你市局县局的，都是来侦查办案的，案子破不了就是废物。大哥，大哥，你配合一下工作呀！哎呀妈呀，你们又来了啊？干啥呀？别抽了，别抽了，别抽了！上回把人隔壁村那俩人弄错了，给人关起来好几个月，现在又来整我儿子来了。了妈，你傻呀？别人都不抽，就嫌你能嘚瑟是不？上回把人隔壁村那俩人整错了，给人关起来好几个月，万一这回再整错了，整到你头上，你让妈可咋活啊？啊！我看他们就是满世界找替死呢。你傻？妈，你这干啥呀？人家不也是为了工作吗？不为别人，为了李爱，为李爱他爸他妈行吗？我哥就是警察，你为啥不支持人家工作呢？我跟李爱是同学，别人咋想我不管，我就要抽。傻崽子，一点也不听话！你这天烦死了。秦队，我明白了，为啥又让我们看这些？孩子死太惨了。大家都想想啊，这如果是咱自己家的妹妹、闺女，咱们该咋办？啊？该咋办呢？所以啊，我搁这儿表个态啊，这个案子，他不管它多难，我们都得干。好，意思全对。秦队，我这儿有一个客观情况，像你之前说的，全面排查，那得是一大笔钱呢，我们县是真拿不出来。我就想，那这钱市局能给出吗？喂，王老师，是我，啊，我秦川。是这样，王老师，我们这儿那个松山县啊，出了一个案子，一个14岁的小女孩遇害了，挺惨的，但是现在那个现场的这个生物材料啊足够，啊，条件还挺好。我给你打电话什么意思呢？我想做 DNA 鉴定。你说的这个情况我知道了。可是做 DNA 很贵呀，检测一个 DNA 要2000块钱，又很慢。你们要做多少个？我们呢初步画了个范围，估计量不少。你看能不能帮忙？县里没钱，我们市局呢也没钱。我知道你们的情况。这样吧，我去看看雷主任在不在，跟他商量一下，再给你答复。雷主任，这个又要做 DNA 啊？哪里的？
续整的。又是续整的，量不小吧？啊，先排队。情况比较特殊哦。每次来都特殊。小关，我听领导的，我怎么着都行。雷主任，苏畅。哦，我也是听领导的，但是我觉得啊，能帮就帮。哎，你们俩忙得过来吗？雷主任，这次是秦川，你也认识他。哎，就他事儿多。秦川人很好，很勤奋又懂技术。他检测费用拿得出来吗？啊，估计够呛。这是积案，财政也拿不出钱了。那他没钱，我有钱。咱们现阶段推广 DNA 技术，不是给了一笔钱吗？中心还是可以拿出一部分扶贫指标，扶持大奖了。这个地方上有一些侦查员，就办事就不负责任。DNA 成本多高啊？我整个的中心，我一年耗材我才1万个样本，他隔三差五来，拿不出钱还要加急，那你告诉我别人做不做了？秦队，这边不太好办呐。是啊。哎，给他500个，这500个不收钱，超过500个让他交钱啊。听见了吗，秦队？那你们赶紧准备好过来呀。王队一天领人工作14个小时，马上就采管了，正在整理呢。哦。我现在告诉你啊，那个物证中心的王部主任给我们争取了500个免费指标。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我今天就得去培训，你们晚上能出发吗？要是能的话，晚上咱们就出发就走。能啊。看你们这风尘仆仆的，辛苦了。啊，这楼道里还挺暖和的。走走，这边，来请。哎，秦队，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法医物证技术处的副处长郭鑫。你好，你好。你好，郭鑫。这位是法医师小苏，苏畅。你好，你好。你好。这就是秦队，执着的秦队，勤劳的秦队啊，烦人的秦队。来，把东西给我吧。不，搁哪儿？自己来。那放这儿吧。那啥轻点儿。你们放心吧，我们就是专业弄这个的，到我们这儿不会弄错的。好。哎。王老师，我能单独跟2位女同志聊聊吗？行，没问题。那你们聊，走，我带你们去办交接手续。拜托，行，走。2位，我是想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案子的一些资料。秦队，我们只做技术分析，不参与案情，知道的太多可能会干扰结果。我知道这种规定。我也相信你们肯定能够，这个主持公道。只是我想你们看一下这个，可能就会对刚才他们那种心情就能理解了啊。这14岁，花一样的年纪，所以我就是希望。2位姐姐能够帮助这个孩子讨回公道，拜托。秦队，你放心吧，我们心里有数。小苏跟雷主任说一声，能搭上手的都来。好。
好，谢谢啊，谢谢。那你们二位忙啊，好吧，谢谢。行了，我跟那个小肖在这等着，你们几个回宾馆吧，休息休息啊。那我搁这儿。对，雷主任已经在实验室等着了。刚才雷主任跟我说了，我们全力支持你们的工作，放心吧。放心吧，听见了吗？王院长没来过培训吧？去转转去啊，别都在这等着，人家压力也大。别去，不踏实。哎，雷主任怎么样？很遗憾，送来的所有血样全检了，没发现犯罪嫌疑人。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我尽力了，我先走了。你干什么去？回来！这怎么弄啊？这事就这么完了？咱还有没有其他办法？我们换个路子，咱们从现有的这些血样里抽出一部分来，用国际最前沿的方法再做一次分析检测。可是主任，您现在说的这个方法技术难度很高，咱们根本就没做过，实在是没有把握呀。那我们试试嘛，如果做不出来，那咱们就当一次练兵。秦队，反正你们也不会走，做这个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我去给你们买了点方便面，将就吃了。哎呦，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快，自己泡一下啊！好，辛苦了。好，谢谢。哎，出来了！哎，结果出来了，什么出来了？这个血样是这份，标的是你看，这左山乡6队马超华，什么意思？我们用新方法又做了检测，锁定了马超华。马超华今年50多岁，按照年龄推断的话，这个凶手应该是他的儿子。太好了，那啥，我现在给家里打电话，让他们带人把他儿子先控制。别着急，哎，先问清楚了，先别着急。我知道了，好吧，好，稳当了啊，哎。哎呦，郭老师，
小苏，雷主任，我太感谢你们了啊！这个要不是你们想出这个办法，我们真没招。是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吧？这不是？秦队，秦队，都问清楚了，这个马少华是个中学老师，儿子呢在松山县宋林乡工作，叫马为民。告诉家里，先别抓人，把人控制起来啊，然后想办法采血，把血样送过来，妥妥的，控制住啊！我打啊！哎，别着急，别慌，妥，跟他们说清楚啊！龚老师，雷主任，那个血样送过来还得麻烦你们啊，好吧？能走了不？哎，等会儿还得等结果呢。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这采血就是为了看结果。等会儿的啊，坐。这不都采完了吗？哎呀，坐下等会儿。出来了吗？哎，正要找你呢，出来了，就是马为民。谁？你确定？对，马为民。抓着了！好，抓着了！太好了，抓着了！你上过大学，应该知道这报告啥意思吧？说说吧。其实吧，你没说写，我就啥都知道了。为啥不说呀？侥幸心理呗。侥幸？5年了，你跑得掉吗？啊？说吧，到底咋回事？那天，我爸叫我回家参加婚礼，在半道上遇到的李安，他长得还挺好看，我就想和他认识一下，他死活都不同意，把我给惹恼了。我把我自己给毁了。你毁的是人家闺女和那一家子。做警察辛辛苦苦的，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死去的冤魂得到安息，让活着的人不受侵害吗？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我们最有价值感，也是最有幸福感的时候。
哟，北来了，这包饺子呢？这啥好事啊？大好事儿，我们李文考到省厅了。哎，坐办公室。考到省厅了？这什么时候事儿？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你这天天地方上办案，家里的事儿你能知道多少？不真行啊！哎呀，就上次我从省城回来，赵飞给我打电话，他说其实啊，每年省厅那边都会从基层招考干部，让我试试。那我一想试试就试试呗，没想到哎，运气挺好，考上了。考上了！哎呦，这个绝对应该包饺子啊，应该喝2盅。那我一会儿再整2菜。整什么菜？饺子就酒，越喝越有。哎呦，我们李文算熬出来了。等姑娘那录取通知书下来，这双喜临门。哎，曹老师一家好像从养老院搬出来了，到时候叫曹阳一块儿上咱家吃个饭，是吧？这以后姑娘是他学妹，那是大庆啊！今年小庆必须要庆祝啊，里边。哎呀，庆祝啥呀？我跟你说，我这心里还打鼓呢。那我就在想，省厅那是啥地方啊？我这个岁数，你说我去那儿，我再干不好咋整？你打啥鼓？就你这学习能力，就没有干不好这一说。就市局这叫什么啊？叫什么数据库建设啊？网络数据整得明明白白的。就你们那处长见着我就夸你，使劲夸。我听说他好像刚刚离婚。这啥跟哪儿啊？你这你瞎说啥呢？谁让你把我志愿给改了？这怎么回事啊？谁让你把我志愿给改了？我姐本来报了警察学院犯罪学专业，结果文医给改成医学院了。我问你呢，你凭什么改我志愿？就凭我是你妈，我不许你干警察。海平啊，这当警察多辛苦，你知道的。你妈为你好啊。哎呀，来，先冷静一下，坐。医学院不也挺好吗？女孩子学医也不错。我不喜欢。你是警察，我妈是警察，我爸是警察，为什么我不能是警察？亲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姐。